场狂死了！今日必踏你头颅，抽筋爆皮！在10号的不断攻击下，虚空兽半边身子烂掉，失去了最强战斗力，鳞甲松动，犄角暗淡。即便如此，他仍在反击，不甘心失败。10号嘲讽他，而虚空兽虽被压制，依然傲慢，声称其借大军到来时，10号等人将不堪一击。10号对虚空兽的张狂感到愤怒，一脚跺在其嘴巴上，鲜血四溅，牙齿脱落。虚空兽虽凄惨，但眼中既有仇恨，也有恐惧。10号提出条件，让虚空兽说出其世界的秘密，承诺留他一命，并收为坐骑。然而，虚空兽坚决拒绝，宁愿死也不愿屈服。10号不再多言，一剑斩向虚空兽的额骨，威胁他的元神，逼迫他说出真相。虚空兽愤怒又恐惧，试图通过燃烧元神来自爆，但10号强行镇压。突然，10号感到一股寒意，发现虚空兽元神中有神秘符文亮起，似乎要引发自毁。10号果断出手，斩落其头颅，并迅速退开。虚空兽惊恐大叫，原来这是奇族的禁制，防止宝术外泄。他燃烧精血，试图阻止符文爆发，最终符文熄灭，但他已陷入绝境。10号再次提出条件，但虚空兽依然拒绝。10号不再犹豫，取出一口大鼎，注入神泉，准备将虚空兽煮了。虚空兽陷入绝望，破口大骂，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当作食物。他宁愿立刻死去，也不愿遭受如此屈辱。10号的手段让虚空兽彻底凌乱，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绝不手软的对手，而自己曾经高高在上的身份，在10号面前毫无意义。虚空兽在绝望中怒吼，但10号毫不畏惧，慢条斯理地挥动大罗仙剑，从他的躯体上剁下一块巨大的血肉，足有10丈高。这块血肉被清洗干净后，直接落入了10号准备好的大鼎中。虚空兽眼前一黑，几乎被气得昏死过去。他从未遭受过如此羞辱，肉身残缺，心神剧痛。然而，虚空兽并未就此放弃，他的头颅中冲出一股特别的光团，没入躯体中。尽管头颅已被斩落，但他的4肢百骸开始发光，随后燃烧起来，沸腾的波动撕裂天穹，烧塌了虚空。10号见状，以为他要自毁，便迅速后退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10号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。虚空兽的庞大躯体被焚成灰烬，所有精气神化作一道光芒，没入头颅中，引发了可怕的雷劫。10号惊讶地发现，虚空兽竟然在涅槃。他的头颅汲取10方虚空秘力，颅内出现一头金黄炽盛的小虚空兽，仿佛要重现世间。天地暴动，恐怖的虚空秘力流转，震撼人心。远处，天神书院的人和其他世界的人纷纷惊呼，他们意识到虚空兽正在涅槃，而这种涅槃会使其变得更加强大。10号也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但他并未退缩，而是果断冲向虚空兽，挥动大罗仙剑斩去。然而，他却被一股强大的虚空之力阻挡住了。就在这一刻，10号头上的一朵大道之花中，盘坐的模糊身影睁开了眼睛，盯着前方正在涅槃的虚空兽。虚空兽瞬间感到战栗，他的涅槃瞬间崩塌，虚空秘力和古祖虚影全部消失。他惊恐地看着10号大道之花上的身影，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活了。10号毫不留情，一剑斩下，虚空兽的头颅与元神被劈成2半，随后爆碎，彻底形神俱灭。10号在现场收拾了一番，小心翼翼地将大鼎收起，心中有些惋惜，早知道就直接把整具躯体都收走了。如今鼎中只有一块10丈高的神肉，虽然不算少，但与一整头虚空兽相比，还是差了很多。这可是虚空兽的神肉，聊胜于无，总算还能吃到一些。他没有在这里继续熬炖，而是将一切收好，返回了战场。此时的战场一片混乱，群雄厮杀，血迹斑斑，尸体横陈。王熙正在与敌人激战，看到10号后，他问道：“你去哪里了？可看到虚空兽涅槃？”10号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看到了，不过被我给剁了。”他站在战场中，显得格外妖异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10号的话音落下，整个战场瞬间陷入短暂的寂静。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虚空兽是顶级生灵，修出3道仙气，几乎无人可敌，而且他们能融入虚无，极难被杀死。因此10号的言论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然而这种寂静很快被打破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灵发出嘲讽的笑声，其中一位超凡人物更是毫不掩饰地奚落10号：“就凭你也妄想杀死虚空兽？”哈哈，他们根本不相信10号的话，认为他是在吹牛。彼岸的人解释道，虚空兽在涅槃时与虚空融为一体，防御力达到巅峰，同阶无人可破。他们嘲笑10号只是一个圣级进修士，即便修出仙气，也根本不可能杀死涅槃中的虚空兽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虚空兽此刻正在暗中蛰伏，不久后会变得更强大。天神书院的人也愣住了，他们意识到虚空兽涅槃后的防御力如此惊人，这意味着他可能会在不久后以更强的姿态回归，这让他们感到不安。10号心中也有些惊讶，他回想起自己杀死虚空兽时并未遇到太多阻碍，
难道是因为那朵大道之花上的小人？他心中充满了疑问，但表面上却毫不在意。彼岸的生灵继续嘲讽石浩，认为他吹牛吹过头了。石浩则不以为然，他提出让众人呼唤虚空兽出来一战，以证明自己的话。然而众人依然不信，认为虚空兽一旦陷入涅槃，就不会轻易出现。石浩并不在意众人的质疑，他知道自己说的是事实，而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。他甚至挑衅地表示，如果有人不信，可以亲自来试试。王熙对石浩的行为感到无奈，他觉得他有些不靠谱，甚至有些丢人。他低声劝石浩少说两句，但石浩却满不在乎，甚至挑衅起王熙的对手一个白袍少年。白衣少年被石浩的挑衅激怒，他原本与王熙激战正酣，此刻却有了与石浩一决高下的冲动。石浩毫不畏惧，挑衅地勾了勾手，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模样。石浩甚至调侃王熙，让他踹他屁股。这一轻狂的举动让在场众人目瞪口呆。王熙脸上露出尴尬与羞恼，而白衣少年则被彻底激怒，杀意涌动。他意识到石浩身上隐伏的2道仙气，却未能察觉其第3道仙气的存在。天神书院的众人对石浩的行为感到不解，而世界另一岸的生灵则对他的挑衅感到愤怒。有人叹息道：“不作死就不会死。”然而石浩并不在意众人的看法，反而挑衅地望向说话的人。那人脾气暴躁，立刻舍弃对手，向石浩冲来。他是一个拥有2道仙气的3头6臂生灵，人身恶尾，来自另一界的强大种族，其族中有古族法力通天，子孙皆为王族。这个生灵凌空而起，一只脚横扫，试图将石浩震死，同时6只手快速结印，符文密布，试图绝杀石浩。然而石浩的速度更快，他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，瞬间显化在半空中，展现出掌控天地的气势。石浩闪电般探出右臂，一把抓住生灵横踢而来的脚踝，死死攥住。凭借超凡的肉身强度，石浩展现出狂野的力量，通体金光万丈，将生灵猛力轮动，如同拎着稻草人般砸向地面。这一摔打的极为暴力，烟尘滔天，地面崩开，大地剧烈摇动。石浩在摔打过程中催动宝术，震裂对手骨骼，生灵被狠狠砸在地上，6只手还在结印，但瞬间瘫软，面部与石块亲密接触，机体变形，惨叫连连。石浩果断发出一道剑气，将其头颅剁下。随后石浩懒洋洋地说道：“还有不服的吗？想作死的尽管过来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”他的话语轻飘飘的，与刚才暴力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，让众人一时失神。石浩又道：“比虚空兽废物多了，不听话都一个下场，直接剁了。”他挑衅众人，询问是否还有人想挑战。众人都盯着石浩，心里暗道：这人难道真是个超级高手？可谁也不信他能干掉虚空兽，那玩意儿能和天地融为一体，就算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也能溜之大吉，怎么可能被杀呢？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体修！”大伙都愣住了。有人赶紧用天眼仔细瞅瞅石浩，发现他身上确实只有2道仙气，那传说中的第3道根本看不见。不过大家也注意到石浩的肌肉闪闪发光，这可是血肉修炼到极致的标志。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可是天神境以下体修的最高成就啊！石浩的肌肉晶莹剔透，比现场最漂亮的仙子皮肤还完美。他的肉身已经修炼到这个境界的巅峰，甚至超过了极限。这是古法中的体术，修炼起来难如登天，能走到最后的人少之又少。有人修法，有人炼体，但炼体这条路实在太难走，能成大器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体修需要把肉身练到最强，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，比如要用神药熬炼筋骨，用长生药淬炼血脉，还得用不朽真灵的血液洗髓伐脉。这些东西一般人哪里找得着？就算凑齐了材料，修炼起来也是九死一生，大多数天才最后都得放弃。这人真是体修，还练成了！大伙都盯着石浩，他一绷紧身体，周围天地精气都开始往他身上冲。这要是练成了，那可真是厉害的吓人。邀月公主眼睛一亮，盯着石浩上下打量，最后笑嘻嘻地说：“怪不得王熙那么宝贝他，这体修身材真不错，看着秀气，其实壮得很，是个好男人。”他这是故意调戏，想气气王熙。王熙一听，脸都红了，瞪了邀月公主一眼：“你要喜欢就拿去，我才不要呢。”邀月公主继续调侃道：“这么秀气又壮实的体修，可不多见哦，你不要了。”大伙听了都无语，这俩仙子明明不对付，怎么还说出这种话来？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这人体术练到头了，刚才一下就干掉了那个3头6臂的怪物，真厉害！跟这种人打，千万不能让他靠近，不然一下就被撕成2半了。石浩本来想说点什么，但想想算了，随他们误会去吧。反正自己的肉身确实很强，也算是体修里的顶尖人物了。石浩撇撇嘴，又开口了：“体修怎么了？不服就过来，我全剁了。”大伙看着他，觉得这人有点太自信了。有人小声嘀咕道：“这人看着像是23岁，还这么欢乐，真是个愣头青。”石浩又盯着跟王熙打架的那个白袍少年：“喂，你瞪什么眼？过来！”
我踹你屁股！白袍少年心里正郁闷，怎么就被这人盯上了？不就是嘲笑他几句吗？他觉得跟这种人吵架有点掉价。10号还在那叫嚣：“死孩子，过来啊！”白袍少年终于忍不住了：“你这蠢货，我早就想收拾你了，你自己找死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”白袍少年跟王熙分开，冲着10号去了。10号还在那喊：“真过来让我踹屁股，一脚踢死你！”大伙都愣住了，不知道10号是真厉害还是太愣头青。有人在心里琢磨，这人体术再强，估计也比不上修出3道仙气的人吧。白袍少年含着脸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他走到离10号不远的地方，停下来开始结印，准备动手。王熙开口道：“你怕了吧？用3道仙气欺负2道仙气，算什么英雄？要不你也用2道仙气试试？”天神书院的人也跟着附和：“就是，你们不是最强的吗？来比比看啊！”世界彼岸的人不乐意了，这不公平，凭什么只能用2道仙气？白袍少年摆摆手：“我就用2道仙气跟你打，一样能赢你。体术算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”这少年在异域也是个大人物，年纪轻轻就修出了3道仙气，傲得很。他叫莫道，他家还有个姐姐叫莫仙，也修出了3道仙气。他们一族在那边可是出了名的。我也不想杀你，留你当个随从也不错。白袍少年站在一块石头上，俯视着10号。10号哈哈大笑：“我觉得你当我的随从也不错，你长得挺秀气的。要不我们打个赌，谁输了谁当仆人？”大伙听了都愣住了，这俩人碰到一起，真是热闹。白袍少年莫道听到10号的调侃，气得差点鼻子歪掉。他可是那一域的天才人物，如今却被一个看起来比他小，只修出2道仙气的少年如此奚落，实在难以忍受。10号也看不惯莫道，觉得他居然想收自己为追随者，实在可笑，因此才故意叫他小厮。此时战场上的许多人都停了下来，地上鲜血淋漓，尸体横陈，战斗十分惨烈。然而因为10号和莫道这对奇怪的人要进行一场特别的对决，大家都暂时收手围观起来。10号还在那里磨叽：“小厮口说无凭啊，要是我赢了，你要是恼羞成怒死不认账怎么办？或者你一激动一头撞死，我找谁说去？”莫道被气得目光冰森森的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挤兑。“你乱说什么？莫道怎么可能说？他是我们那个世界最顶级的天才之一，你不过是皮糙肉厚。”一个小姑娘气愤地喊道。莫道确实是个名人，许多修士都信服他，尤其是年轻的女修士对他好感颇多，不忍听10号乱说。莫道将他镇压，争取在10招内解决问题，不要让他张狂。有人喊道：“这些生灵来自同一个世界，此时难得的团结起来支持莫道。”10号看着他们，发现这些生灵与这一界同源，只是懒得反驳。莫道阴沉着脸对10号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莫道再怎么说也是名动一域的人物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只要输了，肯定是认赌服输。喂，小白能不能别出口成脏？”10号调侃道。莫道瞪眼，杀气陡升，细皮嫩肉，身穿白衣，不是想扮小白脸是什么？10号笑道：“战！”莫道虽然看起来俊美，但此时却展现出霸气，整个人如同战神复苏，气势逼人。王熙提醒道：“说好了，只动用2道仙气。”莫道冷笑，不再多言，直接出手。绿驼、玄坤等人都盯着莫道出手，试图窥探那个世界的生灵究竟有何不同。邀月公主取笑王熙：“嘿，真是好道友，这样偏袒啊！”王熙回道：“你还是我们天神书院的学生吗？自己人难道不向着自己人？”邀月公主一时哑口无言。莫道出手，展现出惊人的威势，虽然只动用了2道仙气，但那种姿态摄人心魄。他掌指间飞出一片流光，仔细看去，全是朱雀，成百上千只，火红一片，如同烈焰燃烧，地面当即融化，虚空都被烧得塌陷。要知道，这里是10界图和乾坤带开辟的小世界，兼顾度远胜外界，却还是受到了如此冲击。10号宝相庄严，喝道：“一气破万法！”众人以为他会祭出兵器，但他只是弹指，射出一道道光束，轰杀那些朱雀。异域生灵起哄：“什么一气破万法，兵戈都没有！”10号得瑟道：“尔等懂什么？手中无气，心中有气。我的兵器已经出了，斩人心念于无形间。你们没看到他在蹙眉吗？中招了！”莫道心里纳闷，这个家伙出手怎么不太像体修？体修的招式通常连贯而强绝，一旦冲突会如同惊鸿般冲击，迫近对手，大开杀戒。但10号看起来更像是野路子。不过莫道也承认10号的肉身确实修炼到了超越极境的地步。朱雀被击溃后，莫道被神光笼罩，抬手间一道5色神光击落，这是以离火为源演化出的5行神力，组合在一起演化出的宝术异常恐怖。众人变色，这种宝术威力巨大，足以击杀同样拥有2道仙气的修士。莫道的5行神力演化出小世界，形成牢笼，将10号封了进去，试图当场炼化。好，
就知道莫道师兄法力无边，镇压这个可恶的人手到擒来，还没有到10招呢。有少女开心的叫道。10号手中结印，融合了鲲鹏法和雷地术，增强肉身神通，击穿5行之力，从牢笼中穿了出来。他直接扑向莫道，展开凌厉的攻击。莫道轻斥，袖里乾坤，白色袍袖一展，罡风呼啸，试图将10号收进去。10号并不躲避，直接迎上，但莫道并未犯低级错误，只是画出一片空间，并非真身临近。10号没入其中，紧接着那里鼓荡起来，轰然一声，莫道的大袖爆碎。10号杀了出来，体外缭绕着仙气，手捏法印向前轰杀。莫道迅疾无比地躲避了出去，露出金容。10号又是一击，大开大合，将虚空打得爆碎。众人倒吸凉气，这就是体修的威力吗？一旦被他临近或者被抓住，直接就会被撕开。白袍孩子，你不咋地啊？这就是你们那一届的手段吗？和我们这里的宝术没什么区别。10号说道。异域的修士闻言露出冷色，像是触动了什么禁忌。莫道寒声道：自然不一样，我所施展的都是从你们这一届夺走的道术，是曾经的战利品。这一次轮到天神书院的人变色，这是耻辱。前人大败，很多典籍被夺走，落入世界另一岸的生灵手中。你准备好做小厮了吗？10号喝问。听到刚才那些话语后，他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想尽快结束战斗，将莫道收在身边听从使唤。无论是与虚空兽战斗，还是跟莫道交手，10号初期都是为了观察，为了了解那个世界。可现在没心情了，他想用最激烈的手段，分个高下，有个结果。10号如同陨石般冲向白袍少年莫道，仙气弥漫，圣光普照，手捏法印发动攻击。这一刻，他的气势达到2道仙气的巅峰战力，如同古代真仙之子复苏，压盖一切。10号迅速接近莫道，法印落下，而莫道神色凝重，抬手结出9大法印，轰鸣作响，融合9种神通，绽放刺目光芒，如同开天辟地。众人惊呼，这是古天宫，能驾驭9种宝术，合而为一，威力强大。两人间爆发恐怖气息，震惊所有人。刹那间，白袍少年脸色发白，惊悚的急速远退。10号快速接近，出手轰击。莫道忌但10号的炼体者身份，始终保持距离，否则刚才就会陷入危险。他曾在不朽山遇到过一个古老皇族成员，发现这一族可以做到法力免疫，让他吃了大亏。那次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因此他果断远遁。10号遗憾对方警惕性高，未能一击得手。莫道则在思考10号的身份，怀疑他可能是某个皇族的后裔。10号反驳，表示自己无需当任何皇族后裔。随后10号再次出手，身若蛟龙，破开虚空，向莫道杀去。莫道躲避，不断解法印，动用至强法力在远处轰杀。两人交战，宝术演化的大手，拳头不时碰撞，上百招过去，仍未分胜负。域外修士对莫道的表现感到吃惊，他曾是天之骄子，如今却与一个炼体者难分难解。天神书院的人也震惊于10号的实力。两人接近，距离变短，对莫道不利。修出3道仙气的人则目光炽盛，关注着战斗。两人第一次肉身相击，莫道并未被击伤。莫道施展古怪法印，干扰天地运转，影响10号的法力免疫能力。10号震惊，这种法印能干扰他的能力。莫道利用机会施展古天宫，融合9大宝术，全力攻击10号。10号虽然能力受阻，但体魄无双，依然反击。他忍住使用6道轮回古天宫的冲动，最终击散干扰，能力再现。10号法力免疫，无所畏惧地冲向莫道，展开轰杀。莫道陷入危机，虎口崩开，双臂痉挛。10号凭借肉身压制和强大宝术，瞬间扭转战局。最终10号擒住莫道，问他是否服气。所有人都呆住了，莫道被捉，成为阶下囚。异域的少女们为莫道担忧，眼泪都要落下来了。